古往今来，在悠久璀璨的中医药发展历史上，名医辈出，如扁鹊、华佗、张仲景、孙思邈等，为中医药传承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发明脉诊的扁鹊，一直被后人纪念和传颂。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浓墨重彩地书写了扁鹊根师学医、行医天下、治病救人的传奇事迹。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李伯聪教授在其专著《扁鹊和扁鹊学派研究》考证，扁鹊学派是中医史上的第一个学派，也是战国、秦汉时期影响大、声誉高的学派。2012年，文物专家们在成都发掘老关山汉墓时，意外发现扁鹊学派的衣锦使深埋于地下2000多年的珍贵文物和医学文献重现于世。许明堂先生自幼习得家传医术，且又拜得多位民间医师得其真传，其真传内容源于扁鹊学派，临床上能熟练运用相思维脉法诊断疾病，屡获奇效，颇受赞誉。1991年，随团公派至前苏联洽谈业务，机缘巧合，在当地传授传播扁鹊医学，并以此为业，足迹遍及世界各地，至今弟子、学员和病人分布在6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几万人。2006年，受美国国会议员兰董和库西尼茨的邀请，许明堂先生在美国议会举办的圆桌会议上报告扁鹊意象医学的疗效和研究发展状况。2008年4月18日，北京空达维尔医学研究院成立，是扁鹊意象医学教学培训和个案研究的总部基地。2011年，扁鹊意象医学在俄罗斯20周年庆典暨首届意象医学国际学术论坛在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礼堂成功举办，参会代表超过1000人。会后，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官网报道说，扁鹊意象医学是许明堂先生在继承中国传统医学精华的基础上创新发展的一种医学模式，经过20年在俄罗斯及东欧国家的传播与发展，深受当地人民的欢迎。许多当地民众通过学习创立了意象医学中心，开创了自己的事业。意象医学在俄罗斯及东欧国家的发展取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形成了一种许明堂现象，为中医药国际传播与发展树立了值得研究的模式。有些宝贵经验值得很好的总结与推广。扁鹊意象医学国际学术论坛是各国意象医学团体组织的年度盛会，至今在不同国家已经成功举办了8届。今年第9届意象医学大会将在乌克兰举办。2012年，由中华中医药学会主办，北京空达维尔医学研究院协办的首届扁鹊医学论坛、国际中医原创思维与扁鹊脉法论坛暨中医药文化寻根之旅活动在山东济南成功召开。意象医学团队多名专家出席做精彩报告。之后，每年又在山西运城、陕西西安、河北保定等
与扁鹊事迹相关的地方举办。2013年，中华中医药学会主办扁鹊意象医学专家论证会，并就许明堂教授所创建的扁鹊意象医学进行论证答辩，专家集体决定论证通过。论证指出，扁鹊意象医学属于中医学诊疗范畴，以中医原创思维为基础，以扁鹊脉法为诊断手段，以象思维为理论指导，为治疗疑难杂症提供了新的诊疗方法，为中医药的国际传播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探索，成绩显著。真诚希望扁鹊意象医学团队在许明堂院长带领下，结合传统脉诊理论和现代科学技术，不断完善学术思想和诊疗方法，在国家“一带一路”愿景下获得更广泛的传播，为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做出更大贡献。2014年，广西中医药大学唐农校长来空达维尔，聘许明堂为广西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并颁发聘任证书。许明堂教授多次应邀到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国中医科学院做扁鹊脉法和扁鹊意象医学相关主题报告。扁鹊意象医学自1991年开始在国际传播以来，屡获国际知名人士称赞。美国前国务卿赖斯姐姐 Mary Bush， 美国哈佛大学替代医学中心主任 David， 美国 NIH 癌症基金会主任等多次到空达维尔接受个案研究调理或学术交流探讨。28年来，扁鹊意象医学的学员、调理师及调理客户分布范围已超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神医扁鹊画像也随之悬挂在世界各地的教学及调理机构，名播海外，弘扬中华医药，传承扁鹊医学。